国师预言丞相府必出一女，能预知未来。我隐藏额间天生的重瓣莲花，妹妹却日日在额间描画火红凤羽。一道圣旨将她封为太子妃，我如愿嫁了瑞王。往后5年，我用自己预知未来的能力辅佐江景恒上位。登基那夜，我擦掉了厚厚的脂粉，将秘密告知江景恒，可他却暴怒剜了我额间的血肉，将我五马分尸。你配模仿芷云，她才该是我真正的皇后。每次和你接触，我都觉得无比恶心，为她偿命吧。在睁眼，江景恒闯入，打断了国师的话。臣愿用父皇当年给的一道空白圣旨，求娶丞相庶女谢芷云。大殿众人面面相觑，国师还想说话，被我眼神制止。那道圣旨是多年前江景恒母妃为救皇上身亡的恩赐，却没想到他用在了此处。上一世即便我帮他，也是有这道圣旨才能名正言顺继位。没想到他能为芷云做到这种程度。谢长宁，你如何看？我知道皇后巴不得他早早用了那道圣旨，笑着回答：王爷喜欢我家庶妹，是谢家的荣耀。我恭敬行礼。江景恒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但十分坚定。儿臣求娶谢芷云，并非觊觎皇兄的储君之位，只是我与芷云情投意合，此生所求不过与她相守一生，还望母后成全。皇后沉思许久，缓缓开口：可全京城皆知与你青梅竹马的是谢长宁，你如今……江景恒赶紧打断：从前是儿臣将她当作妹妹，绝不想让众人误会了。我在心里默默冷笑，太子周身龙气环绕，没有我的气运加持，他拿什么争？既然他押上全部身家要庶妹，那我成全他们。只是我刚出大殿，就被江景恒的小厮拦住。谢小姐留步，王爷有请。我被带到角楼中，一杯又一杯的茶水上来，容不得我不喝，却迟迟不见他人影。就在我肚子已经快憋炸了的时候，江景恒终于冷着脸出现。当初云儿向你求救，你便是如此待她，好受吗？上一世军机不可耽误，所以我才拦下他。他大获全胜，却如此记恨我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谢长宁。虽然你恶毒善妒，但毕竟曾经夫妻一场，我也不会赶尽杀绝。知道你放不下我，待我与云儿大婚后，你便可入府为妾。我将茶杯重重放在桌上。这一世，我们俩再无瓜葛。既然你们定了亲，我们便该越有距离感越好。我会自请到慈恩寺祈福1年，跟你避嫌。江景恒却没有因为我的识趣而开心，脸色越来越黑。我越过他离开，被他抓住。你的死是我过激了，可倘若你不模仿云儿在额间画花钿，我又如何会暴怒？只要你这次安分守己，王府便有你一席之地。我们也曾有过恩爱时光，只要你不觊觎皇后之位，当个宠妃也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打断他：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断不会为妾。刚回到府中，圣旨便到了。父亲一脸欣慰，将我推到前面。还不快接旨！我还来不及说明，就听宣旨的公公道：丞相弄错了，这道圣旨啊，给的可是你们府上庶出的2小姐。圣旨从宫门口一路行来，本就引人注目，又有江景恒的造势，丞相府一夜之间成了风口浪尖的谈资。难不成从前都是谢长宁纠缠王爷？这丞相高风亮节，女儿怎是这般？嫡庶小姐一副勾栏做派，怪不得得不到瑞王的青睐。第2日一大早，江景恒便带着10马车重礼送到府中，更是再一次证实了他对谢芷云的喜爱。父亲一脸担忧，看向正在练字的我：娇娇，父亲虽不知道你与王爷发生了什么，可如今舆论与你不利，你可需要出京避避风头，散散心。我将手中的笔放下。我先前不是没想过躲到慈恩寺中，可这是躲不得。父亲叹了口气：造孽啊！当初便不该将芷云接回。话还没说完，谢芷云便推门而入。儿时您便偏心，只将我寄养在边疆叔婶家，如今瑞王倾心于我，父亲也要夺去给姐姐吗？父亲看向他，一时无言。谢芷云却越说越带劲：我会让您看到我的，虽然我不如姐姐尊贵，但我才是最值得您骄傲的女儿。他负气离去，父亲怕出意外，让人跟着去看他进了瑞王府。我连忙安抚下父亲：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父亲，巴蜀郡有大震，还请父亲早做准备。父亲身躯一顿：我这便入宫。我拦住他：瑞王会提前防备，父亲大可放心，准备善后工作便是。父亲将信将疑，但还是选择相信我。江景恒还想夺位，就不会放过这样赢得民心的好机会。只是我却没想到，这样的功绩他转手便让给了谢芷云。谢芷云预言巴蜀郡救灾有功的消息传出的同时，谢芷云能预知未来，是真天命女的传闻甚嚣尘上。国师的预言也被翻出来，又加上婚期将近，他真担得上一句风头无两。百姓在议论时，提起我只是摇头。谢长宁啊，白瞎从前京城第一贵女的名声，可不吗？你说说，她其实样貌身姿出众，又有学识，琴棋书画无一不通。可惜啊，有这样天女下凡的妹妹，尽显得她一无是处了。彼时谢芷云将我堵在书房中，按下我手中的笔：姐姐，皇后也该轮到我当了。你才是真正的天命女又如何？只要我有记忆，我也可以是天命女。
你说说这样好的命格，你却要故意藏起来，那我就替你收下了。我颇有兴致看向他。你以为我做皇后是因为江景恒是皇帝？有没有可能你们本末倒置了？他抬起手向我扇过来。你这张嘴，这张脸真让人讨厌。我抓住他的手甩开，却被刚进来的江景恒看到。他将谢芷云顾在怀中。谢长宁，我警告你，再伤害芷云，我便让你连妾都做不了。我看着他温柔地哄谢芷云，转头却对我恶语相向。谢长宁，你浑身上下到底何处有京城贵女的风范？分明就是深闺中被嫉妒充满头脑的妒妇。可分明上个月游湖时，他还会在我身旁温柔呢喃。娇娇这样的字配你刚刚好，你这样风华绝代，我好想将你藏起来，只能让我一个人看。或许看我红了眼睛，怕吓着谢芷云，江景恒立刻命人带走他。上一世便是因为你容不下云儿，才会导致我们决裂。你如今为何还要犯这样的错？我憋着眼泪看他。我为何要容得下他？你分明知道他的身世，他的存在就是对我们谢家的一种伤害。养着他不过是因为父亲不忍心。当年谢芷云的父亲不过是地痞流氓，是他强行要了我母亲，才会有谢芷云。母亲因此郁郁而终。可父亲想到这毕竟是母亲的血脉，不忍心赶出去，更不忍心杀他。江景恒突然暴怒，掐着我的脖子，低声怒吼：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何其无辜！此事你若烂不在肚子里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说不出话。我呼吸渐渐困难，江景恒才放开手。来人，谢小姐姐妹情深，欲前往慈恩寺为妹妹祈福1月，送她去。言到百姓也不傻，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被软禁在寺庙中，不知外面风声，更不知谢芷云大肆宣扬我嫉妒他，想伤害他，反被江景恒抓住的流言。百姓纷纷感念他预知地震，救了许多百姓的大恩。在我初次回家那日，等在寺门外，漫天的菜叶和烂鸡蛋砸过来，让我狼狈至极。这时突然有人出现，挡在我面前，喝退了众人。都住手！谢小姐是为了本王未来的王妃祈福，才自请清修1月，这些流言真是不知所谓。我透过淅淅沥沥的淡青，看眼前高大的背影，不由鼻子一酸。上一世我陪他征战沙场时，他也会这样挡在我面前，可终究还是变了。可他护着我上马车，送我回府的样子，又仿佛什么都没变。可今日维护你，可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觉得当日让人扭送你去寺庙不妥。我垂着脑袋，吸了吸鼻子。知道了。父亲从城外匆匆赶来。我不过离京处理灾情，怎么就……父亲心疼地将我搂进怀里，回身看向身后的江景恒。丞相府庙小容不下王爷与王妃，只愿下月王爷大婚后，别再来找老夫和女儿的麻烦。江景恒张了张嘴，许久才悠悠出声：大婚后，本王会找时间来与丞相商量江娇娇嫁给我做妾的事。父亲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拿起门房的扫帚就想打人，却被后面赶来的男人制止。景恒怎能如此不顾体面？丞相一生忠君为民，你毁约另娶便罢了，还要他唯一的女儿做妾，未免侮辱老臣了。江临渊毕竟是太子，命手下送瑞王回府，随后与我们一起回府。我回房间梳妆时，拿掉遮在额间的菜叶，那枚胎记已经露出来了。再回到正厅，便听到江临渊的话：若丞相不嫌弃，我愿以江山为聘，求娶长宁为太子正妃。父亲有些犹豫，我推门进去。承蒙殿下厚爱，我愿意。上一世正是因为我选择了江景恒，违背了天意，才会导致后面那些灾祸。他们以为重来一次便能凭记忆佯装知天意，真是可笑。我向江临渊微微俯身。太子殿下选我，必是有自己的想法。可我只求殿下护我与父亲一世平安。作为诚意，接下来若瑞王有大动作，我定会助力殿下对抗他。果然，不久之后便传来消息，瑞王妃预言不久之后会出现疫病。此预言一出，瞬间在百姓中引发恐慌，粮食、药材价格飞涨。陛下有心压下，但收效甚微。金銮殿上只有太子反对瑞王如此劳师动众，提前部署。我听着负责采买的仆妇通禀，如今许多百姓压下了全部身家买药材和粮食，可最近多雨，他们没有好的储存条件，那些东西很快便要发霉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你先去同太子知会一声，让他派些人手一起守粮仓。可10日过去，1月过去，眼看瑞王妃预言的日子早已过去，疫病并未到来，百姓惊觉被骗，怨声载道，闹上了瑞王府。派出去的探子来报，百姓家中储存的粮食也都因梅雨季节多水发了霉。我收拾了自己，才慢悠悠过去。我们都是信你才损失这么惨重，你不能完全不管不顾啊！就是总归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难不成上次水灾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？那难说，瑞王为了这个庶出的王妃做了那么多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们故意炸了堤坝造成的？眼看越说越过分，江景恒和谢芷云都慌了神。此时我身后有个高大的身影靠过来，清了清嗓子：各位，此前的事不论如何已经过去了。孤与丞相千金商议之后，决定私下为各位进行补偿，雨水多粮食不宜存储。诸位可先回家检查之后，带着已经不能食用的粮食到丞相府门口，等量置换新粮，每家再领5两银子。百姓欢天喜地散去一大部分，但仍然有人在瑞王府门口辱骂，不愿离去。
谢芷云气急，上一世明明出现了这场瘟疫啊，如今怎么？谢长宁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我讥笑一声开口，是我，你又能如何？你还是想嫁给恒哥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他就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休想！沉着脸的江景恒突然恍然大悟似的叹了口气。我知你爱我爱到无法自拔，我也已承诺许你妾位，你又何必做到这种程度？再说到这地步，你还不是要巴巴跑来帮我善后？你……他没说完的话被我身后的男人打断。姑许她正妃、皇后，便是王妃之位，她也看不上。你如今拿妾位是在羞辱谁？民如水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你们操控舆论托举自己时，可想过被反噬？江景恒却油盐不进，只是死死盯着我。上一世的事都过去了这么久，如今也算你出了口气，别再赌气将皇兄拉进来了。想在我身边，可不能如此任性啊！谢芷云上前挡在我和江景恒之间，正要开口，后面一桶水泼来，是愤怒的百姓，我们两人结成了落汤鸡。百姓看我也被波及，正要道歉，却呆呆地看着我说不出话。我愣了一瞬，下一秒心里暗道糟糕。果然，江景恒的眼神在我与谢芷云之间来回流转。瑞王妃这花店遇水变花了，谢小姐的脂粉褪去，却露出了真胎记。这是谢小姐才是真正的天命女。我赶紧捂住她的嘴。此事还请你别声张，丞相府那边会多给你。怪不得刚一地震，丞相便能及时赈灾。小姐与太子一再劝我们不要为疫病囤货，原是如此。小姐放心，我定会为此保密。江林渊上前用自己的外披将我裹起来，转身要离开，还不忘嘲讽：白白重来一次，娶了真凤凰却不珍惜，你真是愚蠢至极。我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你也？他不置可否，点点头。下一秒，一位公公高举圣旨而来：殿下与小姐让奴才好找，陛下有旨。一众人跪下。兹闻谢氏之女长宁，玉秀名门，柔家成姓，德容兼备，礼范克贤，允称金玉之配，足光娇耶之辉。特册立为皇太子妃，则即日完婚。尔其克勤内则，茂修妇道，辅义储君，共成宗庙。江景恒彻底愣在原地。果不其然，当夜江景恒便夜访丞相府，但是他姿容狼狈。你那些护卫是你布置的？是啊，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江景恒叹了口气，自顾自进了我的房间，为自己整理仪容。我知你气我，可我并非对你无情。我娶了芷云，本就触怒了父皇母后，不好再说要迎你进府。你自己想办法吧，我的承诺不会变。我嗤笑一声。你是想我为你抗旨，赌上整个谢家？想要我的命啊，江景恒！他清了清嗓子。你有办法保全所有人，我已经知道你对皇兄的所求，我也一样能办到。他如今的话，我半个字都不信。当初他不过因为谢芷云的一封信，便给我定了死罪。见我迟迟不松口，他隐隐有些烦躁。正好他的侍卫来报，王妃娘娘有些难受，睡不着。临走时，他还不忘威胁我：娇娇，你是聪明人，最后荣登大宝的是我，可别拿你的父亲与整个谢家与我赌气。一杯茶的功夫，江景恒去而复返，他将我禁锢在怀中，强行抱出门。有些事我需要你当面给芷云一个承诺。来到王府时，谢芷云从床上爬起来，衣衫还有些凌乱。他看向我时，委委屈屈缩进江景恒怀里。王爷怎么能将他带来？莫不是你还对他有旧情？江景恒轻声细语哄他。毕竟我们夫妻许多年，再说日后我继位，皇后还是需要一位有家室的。谢芷云气急，扯着嗓子喊：你明明答应我会给我一切尊荣，怎么能食言？更何况还要再一次让他踩在我头上。他面色潮红，声音嘶哑。我竟突然有个想法，江林渊并非一个残暴的人，上一世为何会导致谢芷云惨死？环顾四周，只有床榻边的柜子仿佛有条间隙。这边江景恒有些厌烦他的不顾大局。你自己翻翻史书，哪一个皇后是这样不光彩的出身？更何况你只在娇娇一人之下，也该知足了。这话彻底激怒了谢芷云。娇娇，我就知道你对他余情未了。再说我和谢长宁分明是同一个爹生出来的，如何就不光彩了？我干脆坐下为自己斟了杯茶，江景恒却有些懵，看向我。你们从未告诉过他身世？我点点头。正如你所说，父亲也觉得他不过是无辜之子，更何况母亲已经走了，再提及也没任何意义。还有啊，我再说一次，你我这辈子最好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谢芷云讥笑我：你一直缠着王爷。我忽略他的狗叫，慢慢向箱子挪过去，很接近时，谢芷云突然挡在箱子前面。这一次我先发制人，大喊：来人，有蛇钻进那个柜子里了，这要是咬到王爷王妃可怎么办？我本想让人进来搜查，可那箱子突然打开，一个身形修长但衣衫不整的男人唰一声站起来。蛇在哪儿呢？啊，王妃主人救救我！冲到门口的侍卫和我们一起愣在原地，下一秒我的视线被遮住，这双手我再熟悉不过。我扑哧笑出声：王爷好福气啊，王妃还会主动找人为你分忧啊！江景恒的声音穿透耳膜。谢芷云，
谢芷云哭哭啼啼抱住江景恒的大腿，还不忘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是姐姐，是姐姐啊！她故意将人塞进我箱子里污蔑我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会偷人呢？那男人接收到她的眼神，正要攀污我抢先一步开口。既然是我，那我便认罪。我污蔑皇妃，应当入狱。这凌人脏了王妃身子，拖下打杀了吧。那人见我连自己都不放过，瞬间慌了，也抱住谢芷云的大腿。救救我啊，王妃！奴家把你伺候的开心，你也喜欢，可要保护好奴家啊！江景恒黑着脸处置，我却突然想起上一世，谢芷云死后有许多他偷人的传闻，只不过江景恒不信，还命人处置了传出流言的人。我看向地上的女人，我真是好奇的发问：上一世你死也是因为这吗？谢芷云眼看已经辩解不了，干脆承认：是啊，江林渊仿佛不能人道似的，怎么勾引都无动于衷。我也是人啊，我当然要去找自己的快乐。我不禁啧舌，看向江景恒，贱人，我怎会瞎了眼赌上全部身家求娶你？谁知谢芷云干脆放声大笑。对啊，你确实瞎得很，不仅瞎还蠢。你只不过记着当初救你的人额间有一抹红，可你明明已经知晓他才是额间有胎记的那个人，还是选择相信我。谢长宁，你也不知道吧？我当日不过告诉他救他的是我，而你只是抢了我功劳的恶毒长姐，他便信了。我虽有些心酸，但对于他识人不清倒也不意外。只是江景恒瞪大双眼，掐着谢芷云的脖子。你骗我，你竟敢骗我！谢芷云也不再装柔弱乖巧。你当初昭告天下，八抬大轿将我娶进府，你怎么敢杀我？你要如何给百姓一个说法？这两人当真般配。皇帝深夜掳走孤的太子妃，意欲何为？这时身后传来江凌渊的声音，我赶紧转身，乖巧地窝进他怀里。是啊，我虽还未过门，但女子清誉最为重要。若不是殿下信我，我都不知该如何解释。江景恒看着立马变脸的我，伸手想将我拽过去。我往后退一步。王爷深明大义，为爱甘愿放弃一切，我可不能。我贪慕虚荣，吃不了苦。说完便不管两人，跟着江凌渊回了丞相府。期间我一直控制不住往下瞟向身边的男人。你这眼神看姑做什么？嗨，没什么。那不日之后边疆会有大战，你如何看？听到正事，我赶紧闭眼冥想。上一世的大战是因为我强行将龙气带到江景恒身上，天道为了修正错误才发起战争，这次不会发生。江凌渊许久都没有反应，我才大着胆子开口：你不生气，我将你的龙气强行引到江景恒身上？哼！我乖乖闭嘴。不知道那二人达成了什么协议，竟还是维持表面平静。江景恒开始收买各路兵马，直到1月后在早朝上提出谢芷云的预测。王妃预测1月后便将会有一场恶战，儿臣自请领命。江凌渊一如既往与他唱反调，但皇上看江景恒非常坚定，秉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，将兵权给了他。他如愿出征，但2月过去，边疆都一片太平。江景恒为此出了最昏的一招，他为了能带着功绩回京，竟主动出兵侵略蛮族。蛮族首领与皇上早在10年前便签订了止戈协议，如此简直是在打皇上的脸。战报传回，皇上立刻让人送信去阻止大军。因为人心不齐，江景恒这一仗惨败。太子主动出使道歉，才平了蛮族的怒意。只是蛮族有一个条件，联姻，并且他们听说丞相府有一庶女生有异象，能知未来，所以谢芷云成了对方指定的和亲新娘。消息传回来时，皇上还犹豫了许久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儿媳。可江景恒倒是毫不犹豫，不顾谢芷云的哭喊，直接将人送上了车。皇上为表歉意，对父亲大肆奖赏，父亲不敢收，终于将他的身世和盘托出。皇上以为父亲难过，昏了头，找来国师才信了。丞相所言是真的，天命女也不是二小姐，而是大小姐。因为二小姐的生父为人心术不正，预知之力不会顺由这样的血脉延续。皇上被说得云里雾里，国师又如何会知道这些心秘？国师叹了口气，丞相夫人是臣的小师妹。不久之后，大军回朝，却不想此时的江景恒已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他见到皇上第一件事，竟是求娶我。父皇，从前是儿臣蠢笨信了那个贱人，我如今想清楚了，娇娇才是我的挚爱，还请父皇能够成全我。他额头深深磕在地上，可上手的皇上却眯起了眼睛。丞相之女已许配给太子，大婚已经在筹备。你如此直呼嫂嫂小字，还觊觎她，是否有违人伦？江景恒仿佛听不懂言外之意，一股脑求赐婚。你知晓谢长宁才是真正的天命女，如今这一出，你究竟是爱她，还是觊觎皇位啊？江景恒终于冷静下来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可他不放弃，转头又到丞相府门口求我谅解。从前我与他青梅竹马，人尽皆知，如今正好是划清界限的好机会。更何况门口还有皇上派来的眼线，他也想知道我会如何选。可我并不给江景恒见我的机会，直接让门房赶走，又大张旗鼓找来工匠加固丞相府院墙。
最后让人800里加急，请太子给我派点护卫。和护卫一起来的还有一封谢芷云写给江景恒的信，信中全是哀求，求江景恒救救他。蛮族首领年迈，眼看活不过年底，可蛮族一向有传统，老首领死了也会将老婆继承给下一位首领。谢芷云有些受不了，可信最末有一句，若能救他，他会带着蛮族兵马助江景恒一臂之力。此时江景恒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走投无路下，竟然病急乱投医，但他的权力与兵马已经被皇上悉数收回，只得再一次进宫求皇上。芷云毕竟是儿臣的王妃，儿臣不忍见她如此被折辱，还请父皇救救她。皇上将那封信的原件拿出来，丢在他脸上。你不舍，朕看你是真将朕与天下人当傻子。来人，将瑞王送回府，无诏不得入宫。那天夜里，江陵渊第一次翻进我院中。殿下何时也有了这癖好？那些护卫……他淡定地坐下。我派来的护卫，自然是除了我别人都懒。我有些懵，不明白他此行何意。殿下如今大权独揽，可还有别的需要我？他沉默许久，看我的眼神复杂。算了，慢慢来吧。突然很多画面闪现在我脑海里，我抓住正要离开的江陵渊。可有人跟着江景恒，他要反了。江陵渊愣了一瞬，随即召来手下布置。话还没说完，便有暗卫紧急禀告：殿下，瑞王连夜出京去寻了陈家旧部。陈家军是淑妃母家的军队，但如今已人丁凋零。可如今陈家军的将军上一世是江陵渊的人。我会留人护好丞相府，你照顾好自己，别乱跑。殿下此次可将他一举拿下，若愿意，可除之而后快。江陵渊眼神复杂，很快便离开。第3日夜里，江景恒带兵闯入了宫中，还有一部分人围了丞相府。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奇怪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就在他举刀威胁皇上的时候，江陵渊出现在他后面，也将刀架到了他脖子上。你们以为如此便能赢吗？外面可都是我的人。皇上眯起眼睛，朕从未亏待你，你这逆子竟敢真的弑父杀君。江景恒见两人并不怕，试图喊出陈家军，一众将领进殿的瞬间便直直跪下。微臣等参见陛下，太子。江景恒见情况不对，转身便跑。皇上拦下了要去追他的人，毕竟是自己儿子，终究不忍心。可江景恒却并未逃走，而是径直向丞相府来。他一边与守卫厮杀，一边朝我喊话：娇娇，从前你说即便我战败也会与我共进退，如今我来接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我知道江陵渊的暗卫在周围保护我，所以我敢悠哉地在院子小酌，顺便欣赏江景恒血战的狼狈模样。王爷或许是梦里听差了，又或许我确实说过，可那时王爷一心都是王妃，不是吗？江景恒被血迷了眼睛，手上的动作也不能停。这不是赌气的时候，过来。成王败寇，你们说的对，这次我只想做太子妃，未来做皇后，你什么都给不了，我来做什么？江景恒不再与我废话，竟在他手下的掩护下冲到了我身边。娇娇，你想做皇后，我再起兵便是。远处一支箭矢射过来，穿透了江景恒的手臂，擦掉了我耳边的一缕头发。我心里暗道不好，竟被江陵渊那小子听到了。他趁江景恒发呆的瞬间闪到我身边，将江景恒一脚踹开。孤的江山被你偷了一次，还做上美梦了。孤的女人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后，还需要你一个乱臣贼子给了？再让我听到你喊她的小字，我便将你舌头拔出来。我默默在旁边嘀咕：这不会是个暴君吧？谁料江陵渊悠悠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：哼，这次又想帮谁夺了孤的江山？呸呸呸，说什么呢？这江山未来都是殿下的。那你呢？也是殿下的。此话一出，江陵渊耳根瞬间红了。江景恒当夜便被铁链拴起来，押入了瑞王府中囚禁。此事平息之后，便迎来了我和江陵渊的大婚。听说那日江景恒听到外面喧天的锣鼓，挣扎着被铁链割了一身伤，但我并没有精力管他，因为江陵渊回房间的时候已经被灌醉了。我正琢磨着怎么将他搬上床，男人突然睁眼将我按在怀中。谢长宁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可是真愿嫁我？我知道可能有些难，但你能不能尝试爱我？算了，是我强人所难，毕竟在这个位置，怎么能奢求有人真心对待我？是我的问题。殿下，你不会真爱我吧？不对啊，听闻你不能人道，你是在拖延时间。这下江陵渊彻底生气了。我是爱你，所以才会驱走谢芷云，断了他与江景恒的可能，才会任由你帮着他算计我。可谢长宁，你竟敢怀疑我的能力！那夜之后，我确实知道他所言不虚，谢芷云真该死。提到谢芷云，我确实再一次看到了他有些新动作。老首领死后，他跟了新首领，由于一直等不到江景恒，反而等到了江景恒被囚禁的消息，于是他干脆将我才是那个有胎记的天命女告诉了蛮族新任首领。也正因为这个消息，他才被看到成了宠妃。他撺掇着蛮族出兵侵略边境，又试图向京城攻来。江陵渊出征前，我为他站了一卦。大吉！殿下可否将谢芷云带回来，做我的礼物？江陵渊从书卷中抬头。
想要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吧。半年后，我在城门口见到了归来的大军。江凌渊黑了，瘦了，也更帅了。他的副将马后拖着的是谢芷云，他早已没个正经人样。别乱看，脏了眼睛。他将我抱上马，一路向宫门口去。姑好想你啊，娇娇，我忍不住想抱抱你。可是你真是好臭。江凌渊黑着脸，但看得出心情很好。臭也忍着。那一晚，我去大牢中见了谢芷云一面，他看到我便径直扑过来。谢长宁，凭什么？你我明明是同一个爹，不过就是娘不同罢了。为何我就是争不过你？我往后退了一步，便有工人将香炉放到我与他中间。他握紧了手指。你错了。唉，我们是同一个母亲，却不是同一个父亲。不，你爹是个流民，当年母亲省亲回京途中收留了他，可他却起了歹念，这才有了你。你跟你爹一样，肮脏下贱。你以为为什么你从小便在丞相府中，却像透明人一般不得父亲宠爱？因为是你和你父亲害死了母亲。你别跟我说稚子无辜，上一世便是父亲说稚子无辜，才纵得你灭了谢家满门。谢芷云抓狂地摇晃牢门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你骗我是不是？我抓住他的领口揪回来。你活了2世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？是不是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不过我宅心仁厚，不杀你也不伤你，反而要送你一份大礼。我将命人在谢芷云额间纹了胎记，然后送到了江景恒身边。但此时的江景恒已经有些精神失常了，虽然铁链已经放开，但他整日对着一棵树喃喃自语。见到谢芷云的瞬间，他便扑了上去。我掐死你，又是因为你，所以娇娇才会生气不要我了。可下一秒，他看到额间那个胎记，又放手将他揉进怀里。娇娇，你别不要我，你不要我。谢芷云想跑，却被江景恒抓住，活生生打断了腿。你想跑，你一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。我在房梁上看得津津有味，身后突然凉飕飕的。娇娇，看得开心吗？还行吧，来点瓜子就好了。他喊得好听吗？当然不。我猛地回过头，江景恒脸色漆黑。西市的游园会开始了，想不想去看？想。我点点头，任由江凌渊抱着我上了马车。眼前的男人总会给我莫名的安心。登美、月圆、仁和，